这小样。话痨金虎到底能有多可爱？听到奶妈喊他，正在睡觉的金虎就能立刻抬头冲着奶妈微笑。虽然金虎长得5大3粗的，但其实他的胆子特别小。刚1岁的熊猫宝宝下雨天都敢自己在树上玩，但是14岁的金虎只要一下雨，就要立刻跑回家去找奶妈。你怎么啦？害怕啦？哎，小怂样，快下来吧！因为下雨天让金虎比较焦躁，他在房间里一直不停地打转，脚丫子上的泥沾得满屋子都是。而此刻的妙音和飞云都还在外场享受着天然的淋浴，只有金虎跑回来找奶妈撒娇求安慰。如果金虎会说话，那这会儿可能会说：虎虎好害怕呀，奶妈快抱抱虎虎。结果抱抱没得到，却被奶妈无情的吐槽：你叫大熊猫，我不叫大熊猫，我是熊界的笑话。而且奶妈还拿金虎找不到对象说事，说这要是被其他的小女熊知道了，那就更找不到对象了。要是叫有人知道了，要是叫其他熊猫知道了，你说你啊颜面何存？你在熊猫界不用混下去了。最后因为奶爸奶妈一直说感觉没有面子的金虎还生气了，低着头不看他们。结果奶妈还一直输出：需要你补胆吧？有没有补胆的？我给你补补。这下把金虎气得哼一声起身就走了。但是如果是雷雨天气，金虎特别害怕时，奶爸奶妈也会陪着他安慰他。这么多人在陪着你呢，而且还在屋里。看金虎这芝麻粒大的胆儿，就能明白为啥当时飞云生日征用了妙音的场地。金虎一觉睡醒发现妙音变飞云了，就吓得一下午都背对着飞云装睡不敢动了，实在装不下去了，就抱起一根竹子用来防身，就连吃笋笋的时候也不安生，吃一口还会往飞云那边看一眼。而且奶妈说金虎很自恋，他总认为自己是最帅最有魅力的大熊猫，而且他也能听懂好赖话，所以当奶妈问他胖不胖时，他就沉默不语，而奶妈问他帅不帅时，他就会响亮回应：金虎你胖不胖？金虎你帅不帅？奶妈平时也很喜欢逗他玩，会把好吃的放在他的头上，让他自己动手去拿。奶妈这天先是给金虎头上放了小块胡萝卜，金虎用手拿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，奶妈帮他捡起来喂给了他。然后奶妈又假装在金虎的头上放一个胡萝卜，金虎就伸手去摸脑袋，没摸到的金虎以为这次又掉了，然后很认真的在地上找了起来，找了半天没找到的金虎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奶妈骗了，一脸无辜的看向奶妈。大家还知道金虎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呢？没能想到，就是这个长得温婉如玉的小熊，就是曾被游客投诉有不雅行为的大哥萌大。原因竟是他经常对着游客倒立尿尿。我说大哥，你可真不把游客当外人。再看看玻璃上这还没来得及擦的尿渍，就知道他是惯犯了。但大哥其实是特别爱干净的，看他不是在洗澡，就是用毛巾在擦身体，那是要从头擦到脚。虽然大哥只有一个蛋蛋，那也是金贵的，每天要洗好几遍。虽然蛋不多，但是大哥也是有很多绝活在身上的。他会 cos 食蚁兽逗游客玩，瞧这2步走的，直接走到了小编的心里，差点就挤走了萌三儿。大哥还会舞狮，看这技术丝毫不比河南的那个显眼包差吧。别看大哥长了一个300斤的大腚，体育项目可是一点都不差。你看这站得笔直笔直的，咱们的萌哒哒也会玩单臂大回环，双杠什么的也不在话下。作为萌家的第1顺位继承熊，萌哒哒每天都会认真营业，就算在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，也绝不会让游客白跑一趟。最后带大家来听听萌哒哒的专属 BGM。光棍的光棍的心里边亮堂堂，像人家有媳妇儿的经常打仗啊！你看我这光棍没有忧伤啊，光。是小白天挂在树上的场景，感觉美得仿佛一幅油画。这是党生挂在树上的场景，也是蓝天白云，还有熊猫，咱也不知道怎么就风格差别那么大。这是秦韵韵滑草，那叫一个纵向丝滑，收放自如。这是党生滑草，咱好像也看得出他努力了，但是滑了半天，他好像还是在原地。你看他尴尬到抠脚的样子，是不是要笑死人了？于是党生就去向韵韵请教滑草绝技。秦韵韵告诉他滑之前要先进行蓄力。党生听到秘诀后，开心的离开了。于是党生就开始练习蓄力。终于党生成功了，就是滑的还不够丝滑。经过多次练习，党生也掌握了滑草绝技，就是看着有点不疼啊。党生是一个搞笑男，这件事儿无疑了。他这天要给大家表演走独木桥，这爬上去刚走了2步，就摔了个4脚朝天。我说党生啊，你还是得好好再练练。最后必须吐槽一下给熊猫取名字这事儿，给7仔的儿子取名8仔也就算了，给一个小姑娘取名叫党生，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？
个看起来神神叨叨，像老婶子晒被子的小熊，正是曾经 cos 待产母猫骗吃骗喝的司汤圆。你看他着急忙慌的样子，像不像着急着要去隔壁搓2把麻将？3缺1，3缺1，赶紧的，晚了就没位置了。和他同样有一股大婶子味儿的还有韵韵。你看韵韵抱着枕头拍的这2下，像不像疯掉的可云？但是他俩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男熊啊！司汤圆是蒙兰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小时候也挺正常。三哥伤心的时候，汤圆还会跑去安慰他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目睹了三哥被2个壮汉强行带走。你看这架势，是不是像极了小猪出栏？当时的司汤圆心里怕极了，怎么办？三哥被抓去吃肉了，傻子他们应该不会吃吧？那我装傻。蒙兰被抬走那一幕深深地刻在司汤圆的小脑袋里，以至于7、8年都过去了，他现在还是神神叨叨的。他如果知道三哥现在已经是圈内炙手可热的男明星了，司汤圆还能不能变回正常模样？冻的窝窝头到底有多难吃？能让蒙兰吃到干呕，能让乌鸦噎到翻白眼，能让北洞第一憨萌胖大海露出痛苦面具，能让北洞影后徐萌萌开启假吃表演，窝头几进几出还是完璧之身，能让窝头标兵萌2噎得直叹气。就连鸭宝现在吃起来都面露难色，更别说北洞2大作精小白天和花点点了。哪位奶爸奶妈能让2位公主吃上一口，估计都能在同事面前吹上半天。网友们都很好奇北洞的窝窝头到底是不是用豆汁做的，特别想尝尝到底什么味儿，还强烈建议北洞能出一个窝窝头周边来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。然而北洞的小熊们却在用自己的方式抗拒着。蒙兰虽然不想吃，但也会勉强吃几口，毕竟双商都超高的蒙兰明白这吃的不只是窝窝头，而是人情世故。如果实在是吃不下了，便会喊他的小鸟朋友过来帮他消灭窝窝头。乌鸦先生有时候也会过来帮一下好朋友，结果因为吃得太大口，差点就把自己送走了。而想让小白天吃窝窝头，就得先来一套按摩服务，把小公主按摩舒服了，就赏脸吃上2口。但一般也是吃的没有丢的多。这天小白天又把窝窝头丢掉了，结果却被游客们告了状。徐老爷走过来问游客窝窝头扔掉没？扔了。结果被2脚兽们无情的出卖了。估计小白天心里暗骂，真是一群假粉。这天小白天叼着一块窝窝头，面对着游客又丢掉了，随即傲娇的走向游客，还翻着白眼，像是在说你们这群爱告状精，接着去告状呀，我就扔了，我看谁能把我怎么着。因为小白天一心想着按摩服务，多少都会吃几口意思一下，但无欲无求的花点点那就是油盐不进了。前有00后整顿职场，后有花点点整顿北洞窝窝头。亲爹王奶爸喂他吃窝窝头压根就不理，经验丰富的李奶爸让他吃窝窝头，他却假装听不懂。北洞第一帅潘粤明奶爸过来也不行，看来长得帅在点点这里也没用。北洞食物链最顶端的男人古爹也惨遭饲养生涯滑铁卢，最惨的还得是面面奶爸。本来多好的一个精神小伙，活生生的被折磨得像一个流浪汉。面面在这里坐着等点点过来，而点点却跟没事熊一样在木架上自顾自的玩耍，把面面奶爸气得拎起自己的小马扎，捡起地上的窝窝头，然后气鼓鼓的走开了。果然真正的大佬都是最后出场，直接让北洞天团全军覆灭。看面面奶爸现在的样子，估计已经被折磨的刻板了吧。